云如歌很清楚欧伯君的路数，天天在自己面前把什么女士优先这种看起来很绅士的话挂在嘴边，但其实心里一点亏也不愿意吃。而云如歌也懒得搭理他，更不想欠他人情。既然他想查萧齐卫这条线，那便让他去查，自己也懒得夺什么手工，不妨趁着这个机会四处游历一下，长长见识。于是他便对欧伯君说道，既然建功伯选了萧齐卫，那咱们就在此别过吧，祝你好运。说罢便准备推门下车。欧伯君连忙道，定远伯，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你在这儿下车做什么？不如我们一起去伯根，到时候我去伯根机场找找线索，你可以去港口找找线索。英主推测林婉儿大概率是坐船走的，你沿着港口查，或许会有收获。云如歌没理他，反而是直接开门走了下去，随后捋了捋风情万种的长发，随口笑道，去港口查一艘船的下落，跟去港口查一条鱼游到哪儿了有什么区别？我还是不费那个劲了。欧伯君侧着身问定远伯，那你现在有什么好想法？云如歌笑道，我没什么好想法，只是觉得既然林婉儿是在这里消失的，说不定在附近能找到什么线索，所以我回头就在附近找个小旅馆小住几日。建功伯既然要去伯根，那就抓紧时间出发吧，莫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欧伯君无奈开口道，好吧，我先到伯根机场找找线索，当初飞机就是直接把萧齐卫送到伯根机场的，我打算从伯根机场溯源一下，看看萧齐卫到这里的一路都经历了什么。定远伯要是短时间内不离开伯根的话，我们还能一起做几天伴儿。云如歌认真道，我可不建议你在伯根浪费太多时间，不如先去塞浦路斯找那些萧齐卫的家属问问情况。不着急，欧伯君知道云如歌可能是不想跟自己接触太多，不过他却想趁这个机会多黏着云如歌几日，于是便道，我觉得上次来伯根的萧齐卫本身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大概率是被敌人提前发现，所以才全军覆没，就像在纽约时一样，所以更多的线索应该还是在这里，去塞浦路斯应该没太大意义。云如歌耸耸肩，心中暗忖，好不容易能有这么久的自由时间，你非像个狗皮膏药一样黏着我做什么？大家就此别过，各忙各的不是挺好吗？我是打算跟你分道扬镳之后，就去东欧走走看看，你非要赖在这里做什么？云如歌虽然很反感欧伯君，但是眼见欧伯君近几日不打算离开北欧，他便也只能暂时留在北欧应付一下。他很了解欧伯君的为人，他若是知道自己直接离开北欧，说不定将来会到英主面前告自己敷衍了事的状，到时候平白惹英主反感，实在得不偿失。与刚才随便发几句牢骚不同，若是在实际行动上消极怠工，在英主眼里就是大罪过。于是他便决定在北欧多待上几日，等欧伯君离开北欧，自己再离开这里，以免落他口实。随即他便对欧伯君说道，随你吧，建功伯，我先四处走走看看，说不定林婉儿走的时候就把戒指丢在这里的某个地方了。欧伯君哼笑一声，摇头道，那要真是这样，定远伯可就捡了大漏了。说罢他也不再浪费时间，对云如歌说道，我先走了，定远伯，咱们时刻保持联系。数小时后，中东夜幕降临，位于塞浦路斯的铜矿已经开始悄悄将那些死士及其家属撤离，他们陆续乘坐快艇前往公海，而在公海上，一艘已经改头换面的货轮正在此等候。随着死士逐渐撤离，执行覆巢计划的爆破组开始检查整个铜矿的所有爆破点。自从叶晨提出覆巢计划，他们就已经在这里打好了无数个爆破点，每一个爆破点都是经过精心计算的，一旦指令下达，他们就会在这些爆点里安装矿山开采时使用的烈性炸药，顷刻间便能将整个地下铜矿全部炸掉。由于这座铜矿为死士生活做了大量的改造，其内部空间远比普通铜矿大出很多，
一旦底部爆破，必将引发整个地面塌陷，而且塌陷深度至少在10几米以上。届时，死士驻地会被彻底填平在数百米深的地下，而地面建筑也会因为地面的坍塌而彻底毁掉。如果谨慎起见，叶晨现在也可以把铜矿所有人悄无声息地撤走，直接把这里炸掉，给破清会来一手釜底抽薪。但这样对破清会来说，损失还不够大，所以叶晨想在这里给破清会的某位伯爵建造一座与众不同的超级陵墓。也正是因为如此，他需要近防炮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安排到位。而与此同时，一列运输车队正在叙利亚的沙土路上奔驰。这个车队有大约40岁多辆运油车，除此之外，还有几辆军用越野车以及装甲运兵车掩护。车队呼啸着通过边境线，进入伊拉克境内。这些运油车里装载的都是美国人从叙利亚盗采的石油，他们要将这些运油车运抵伊拉克的美军基地，而超过半数的运输人员都是黑水公司的雇佣兵。作为美国乃是全世界范围内最大的佣兵组织，黑水最大的客户便是美国政府，最喜欢跟着美军在世界各地捞金。护送人员将运油车队送到伊拉克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一起押运的美军直接前往军营休息，而黑水公司的人则住在美军基地外围的行军帐篷内。他们在这里有一个小型基地，约莫100多人的规模，也有不少武器装备与辎重弹药。虽然没在美军基地内安营扎寨，但与美军基地几乎就是一墙之隔，所以他们在安保上也没有太过谨慎。此时，营地内的负责人正在协调工作，刚刚完成一趟押运的武装人员可以获准休息，而他需要再安排一支小队，等运油车队卸完油之后，立刻随队返回叙利亚，明天再押着满载石油的车队返程。谁也没想到，万破军已经带着陈忠磊以及另外一名6星战将悄悄摸进了营地。他们潜入营地之后，立刻选定了3名正在执勤的哨兵。由于没人敢直接偷袭美军基地，所以他们的哨兵也非常敷衍，丝毫没有哨兵应有的谨慎与警觉。很快，3人便被万破军等人打昏，悄无声息地被带离了营地。至此，叶晨的复巢计划已经全面启动。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